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世嘉 MD 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复仇之刃》，今天是第3期，咱们来攻略第6、7、8三关。第6关终于是来到了失落城市。失落城市原本是一个非常繁华的都市，居住的都是先知的追随者，但是随着暗黑女王马纳克斯的入侵，所有人都跑光了。所以说，先知的感召力也不过如此啊！失落城市的地图也是一个非常长的版面，和之前的第4关差不多。但是由于我现在已经打了40多分钟，感觉操作上渐入佳境。所以本期应该会打得比第4关流畅一些。其实在录制游戏视频的时候，我都尽量给大家做到流程的流畅性。流程当中很多的黑屏的部分我已经给大家剪掉了。游戏进入到目前的进度，咱们的资源已经攒了很多了，后面的流程当中可以利用一下。第6关的地图看起来比较复杂，毕竟曾经是一个都市。过这关的时候是有一个准则的，就是咱们每到一层，先左右再往下走。起码在失落城市的前半段是这样。玩游戏如果想玩得好一点，一定要善于总结，发现规律。刚才右侧的墙，我发现卷轴向右移动了，所以我猜测有可能是有隐藏。但是跳起来之后发现没有。不过这就是一个好的习惯，代表着我的游戏嗅觉还在。这种嗅觉其实非常的重要，尤其是当你在玩一些 ARPG 游戏的时候，包括伊苏、塞尔达、世嘉 MD 平台的新创世纪、光之继承者，还有皇帝财宝等等。多留意地图上可疑的位置，你往往能够发现一些特别的奖励。游戏这些迷宫整体的思路就是发现钥匙，然后打开门，前往下一个区域。其实游戏流程当中的敌人我感觉不是很难对付，因为类型就这么多种，每一种都有应对的方式。这里我拿着钥匙，为什么没开下边的门呢？因为上边还有一个门，打开之后里边是有一个宝箱的。那宝箱里边装着什么呢？装着一把钥匙。这个让我想起了玩暗黑破坏神，有些箱子你需要用钥匙来打开。好不容易搞到一把钥匙，打开箱子之后发现里边装着钥匙，简直就是套娃行为啊！这里的背景看起来是多层的，而且是动态的，毕竟是世嘉 MD 16位的机器，比红白机的效果要好很多了。而且虽然这款游戏是美式的，应该也是美国那边公司出品的，但是呢，你感觉制作的不是很粗糙，起码操作的手感什么的都在。哎，你不要过来呀！给了我一剑，这个家伙太过分了，把女战士壁咚在了墙角，然后掏出了长长的武器捅了一下。我看留言里边经常有小伙伴说呀，说大叔你解说的时候车就没停过。其实大家有没有考虑过一种可能，就是我的思想
是非常纯洁的，而且我一直在解说游戏，只不过是你们出现了一些其他的想法，觉得我是在开车，其实并没有，这种可能还是非常大的，对吧？转眼这个迷宫已经攻略了一半了，我也开始上一些道具了。这里我就掏出了长长的，好像是在震动的一根法杖，它的效果应该是魔力的波动吧？不知道这东西能不能充电。这根法杖的作用是发动全屏的阿瓦达索命，当然了，比较厉害的怪一下子是秒不掉的。咱们可以用魔法戒指。魔法戒指的好处是可以把敌方变成钱袋，而且多厉害的怪都是秒杀。这个狼人的颜色太深了呀，我直接被轮了一伏，有点看不清。活动的地板块，下方的这个尖刺不是秒杀的，杀到之后只是掉血而已。所以说看起来危险，但实际上咱们是有容错率的。前方的魔眼我怎么射不准了呢？我感觉我年轻的时候瞄得很准，真的是有点上岁数，射都射不准。人家对面明明在那没动啊，我瞄准了3次，才算最终水到渠成吧，属于是。看女战士爬梯子真的是上上下下的享受，所以游戏当中真的没少安排梯子的场景。刚刚地面我跳了一下，因为地面有一个机关，踩中之后会出现敌人。这里有一个隐藏，还爬过了，看见上面的地面就代表爬过了。这里是捡到了一个变身卷轴，这个卷轴我很少用。所谓的变身是让敌方变身，他们无论多强的怪，最后就变成最初等级的怪物。但是变了之后你还需要打呀，不如戒指一下子能秒掉。这地方我就上道具了，把立场瓶掏了出来，这个东西的作用就是无敌。但是持续的时间真的是太短了呀。我其实不太喜欢用和我人设不大相符的道具，但是这里它确实是能够大幅度的提高你攻关的流畅性。原本你觉着攻略的时候，当你想长驱直入的时候，感觉不顺畅，有点卡顿，所以咱们使用了这种道具之后，就感觉润滑了啊，不对，顺滑了很多。我想表达的大家听懂了吧？有经验的应该很熟悉这个流程。意思就是玩游戏的时候，咱们要借助道具，才能让整个的流程更加的顺滑。不要一味的蛮干。进到门里边就是 BOSS 战了。我先把血量回满，然后拿出了增加攻击力的卷轴。本关的 BOSS 是一只超级秃鹰，它的攻击方式只有2种，一种是扔东西，一种是用爪子抓人。扔的石头有几种类型，黄色的就是落石，红色的里边会出现敌方的小兵，
另外还有绿色的，绿色的掉在地面之后会崩出很多的碎石，就是这种，攻击的范围还是很广的。这只秃鹰是非常好打的 BOSS， 他现在已经3形态了，竟然抓着一个怪，想要砸我。开着攻击增加的卷轴，持续时间也非常的短。这种绿石头别想再打到我了。圣斗士同一种招式只会吃1次啊。应该是干掉了。先结算一下，把血量回满。后面的2关流程都不是很长，5分钟左右，包括 BOSS 战。这里是商店，商店我还是买一点立场瓶，然后清屏的道具，生命不缺。第7关的场景是丛林，因为咱们夺回了失落城市，从失落城市到暗黑女王马纳克斯的神庙，中间要穿越这片森林。据说这片森林之前也是香安乐土，但是现在被怪物给占据了。森林里的地图复杂程度比之前的关卡要低一些，但是也要注意，游戏的第3、第4场景会有一些分支的路线，不要走乱了。这个场景的宝箱很多，出现了新型的敌人，这种拿着绿色盾牌、戴着绿色帽子，好吧，头盔的这种骑士。我觉得他的遭遇昭然若揭呀，而且打他需要3下，会远程的攻击，看起来就比红色的要强悍一些。这里有一个门，不要进。这边的宝箱还没有拿全。这里的房子有好几层啊。黑色的就是钱袋儿，咱们积攒起来之后，可以到商店里边买东西。我有14个立场瓶，我感觉几乎可以从本关一直用到最终 BOSS 了，而且过关之后还能够再买到几个。瓶子开晚了。刚才这个地方我利用到了一个技巧，就是超级跳跃。跳起来之后按攻击，你可以跳得更远。普通的跳跃有一些台阶你是上不去的。开着瓶子冲了。这样打起来确实是快，但是消耗好大。宝箱里边又补充了一个立场瓶。我的血量比较少了，补一下。直接进门，这里就是 BOSS 战。BOSS 是一个巨大的石像，弱点就是它的牙，不对，应该说是舌头还是嗓子呢？
反正等他张嘴的时候，你就全力往里射就完事儿了。一共有2个形态。他要挨打了，就开瓶子。现在是第2形态了，我感觉第2形态反而比第1形态要好打一些，攻击的手段变少了。打完之后，他的下巴就掉了。这样的话，本关过关。其实通关之后，先知有一个行为，把我的下巴也惊掉了。一会儿大家可以看一下结尾。接下来就是第8关了，马纳克斯的神庙。攻略本关之前，先知曾经交代了主人公，说主人公击败马纳克斯唯一的机会，就是在马纳克斯轻视主人公的时候，全力把他打倒。否则，如果最终 BOSS 刚开始就使用出全部的实力的话，咱们是没有机会的。听起来这个策略还是比较靠谱的。就像掰手腕一样，对面觉得咱们没有力量，但是开始就把他压在下面，还是有机会取胜的。本关咱们的这些道具就可以全部的交代了。好，这里有一个机关，可以打开一个宝箱，一把钥匙和一个立场瓶。这个箱子不要开，里边是怪物。另外，刚才跳坑的时候，我使用到了一个小的技巧，中跳跃，然后按攻击。这样的话，保证你跳的不会撞到头，而且跳得很远。这里踩一下墙角的机关，这2个弓箭的陷阱就不再发射了。否则，你每往前走一步，就要回头防御一下。刚才这只石像鬼好抗打呀！我感觉我打了它4、5下，还放了一个魔法杖。最后一关的流程也不长，毕竟第6关长是因为在设定上，第6关的关卡是一个都市，但本关只是一个神庙而已。这里下来的时候，我不小心触动了落石的机关。其实跑得慢一点是不会踩到的，能够跳过去。但是这里我就直接莽过去了。一只晶莹蜥蜴人，这只蜥蜴人还是很强的，所以我使用了戒指。毕竟是最后一关了，这些资源留着也是浪费。现在这个版面就是进门拿钥匙开门，然后继续下一个区域。每一把钥匙的拿法都不一样。这把钥匙拿着稍微危险一点，咱们需要先攻击一下这只蜥蜴人，让他扔出叉子，然后咱们垫脚。前边应该还有一个稍微难一点，但是手里有道具就不怕了。进门之后，戒指先拿出来，直接把这只石像鬼干掉。因为这里的坑是有点特别的，咱们如果掉到坑里面去，直接就是一条命，你跳不上来了，
下方都是尖刺。一般的坑是不会这样的，咱们能够跳上来。所以这里我干脆就使用了戒指。刚才这个场景左边也有一个门，咱们有钥匙的情况下，先开左边的门，就不用开右边了。钥匙是能够有多把的，但是这款游戏钥匙和门的数量是对应的，你不会有什么富裕。3只石像鬼，不用道具的话很难无伤，一起对付3个呀！一起3个飞行的怪，简称3个飞行的怪。这个简称我没有想好，大家可以集思广益。好的，现在就是最终 BOSS 了。马纳克斯实际上是一只双头火龙，但是它长得实在是太丑了，身上都是剑，说明它也经过了一番战斗。弱点就是头部，咱们就开着立场瓶打头就可以了。2个头都需要打倒。好的，这样的话通关了。通关之前他还砸了我一下，那通关之后，可气的地方就来了。咱们打倒了马纳克斯，先知就表示他的力量恢复了，然后放了一个大，就世界和平了。咱们就说这老哥能不能早点放这玩意儿？我害怕 BOSS 未伤我分毫啊！我不怕先知，先知却坑我最深。这哪是先知啊，简直就是老六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世嘉 MD 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复仇之刃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